所以台湾人不要幸灾乐祸，明白吧？江油目前还没有出现恶性，只是老百姓挨了几棍子。台湾有一个一模一样的事儿，而且是我说的，出现了恶性了。你们台湾出的那个事儿叫228事件，跟江油这个事儿起因一模一样，下场要凄惨10000倍。哎，你台湾人，你还有脸笑？台湾人啊，这叫50步笑百步吗？不是，台湾人这不叫228事件的起因是什么？当年台湾228的起因跟江油一模一样，也是一个弱势群体。台北城里有一个小寡妇，这个小寡妇叫林江麦，一个单身妈妈，小寡妇带着孩子，能想象1950年代那日子有多难啊？绝不比今天的江油这个聋哑妇女舒服。他找了个营生，就是卖烟摊儿。台湾当年国民党为了他妈的税源啊，是烟草专卖啊，跟大陆是一样的啊，他们都会啊，烟草专卖，卖烟是要交很重的税的，这个税集中从烟草专卖局进货，哎，让他给你收了皮费，跟今天的中国大陆是一模一样的。哎，说话这临江卖的时间是1947年啊，那个时候国共还在打着呢。国民党从日本人手里接管台湾，当时台湾的相当于城管的部门，为了油水啊，特别卖力气查私烟。这就像派出所特别卖力气抓嫖一样，因为有油水。结果发现呢，临江卖的烟是私烟啊，要没收。但是呢，临江麦大喊冤枉，跪地撒泼打滚求饶。为什么？因为临江麦卖的烟里边虽然有走私烟，但是大部分不是走私烟，就是临江麦是掺着正规渠道里边掺了几个走私烟在卖，所以临江麦最不容大罚。所以台湾的缉私队，就是台湾的城管啊，不管那一套，全没收，把临江麦的小摊整个周走，就跟今天的城管一样的。但是不一样的是什么？中国大陆的城管啊，没有枪的，台湾城管一枪托子就把临江麦的脑袋打开瓢了，那真的是他妈的，就是往死里打临江麦。那个可怜的小寡妇卖个烟，挣那么仨瓜俩枣，你们都他妈连摊都拿了，你们还是人吗？你们还有人性吗？你们台湾的老百姓不干了，全部的台北的老百姓，围观的市民就跟那个江油的一样，就跟城管撕巴起来了。你开枪，你冲这儿打，他这么可怜的一个寡妇，你就卖了两盒私烟，你把他摊子都卷走了，他怎么活？老百姓不干了，撕吧，哎，跟江油一模一样。结果啊，城管真开枪，打死了一个市民，叫陈文熙。我说的所有的都有事实为证。陈文熙被打死之后，这事儿就闹大了。你他妈还敢杀人？第二天、第三天，台北市民纷纷组织起来大游行罢市，以至于台北市民啊，把烟草专卖局给烧了，占领了台北的电台，号召全省人民武装反抗起义。台北开始之后，基隆、高雄纷纷响应示威啊，要独立，要起义啊。过程不用说了，你脑补吧。说老王的台北那么大，你错了，我说的是1947年啊，1947年的台北还不如今天的江油。你要不要忘了老蒋是哪年去台北的？老蒋去了台北之后，台北才有大发展、大建设。之前的台北那真的是比县城还县城。1947年能想象台北非常县城，所以呢，他很容易就闹起来了。而且地方小嘛。台湾省当时的省长叫陈仪，委员长，大事不好，娘西屁，老子跟他妈的共产党打仗，打得焦头烂额，你在台湾有什么大事不好？我扛不住了，台湾要失守了。老蒋一听，我操，我从日本人手里刚刚拿回来台湾啊，你们现在居然起义要台独了，老百姓是要独立的。老蒋大笔一挥，妈娘西屁，不杀不注意敬百。上海的21军立即启程，踏平台湾。我操，坏了！2月28号，228就这么来了。2月28号出的事儿，开始全岛示威。老蒋得到消息，派出军队镇压。3月9号，国军大部队21军从上海开道，登陆基隆。
老百姓不让登陆啊，这个北京6·4一模一样，老百姓众志成城，你难道还敢开坦克打我们不成？台湾老百姓啊，我操，悍不畏死啊，他是手拉手拦着不让军队上岸。结果啊，蒋介石的国军事实上和1989年6·4的解放军具备同样的素质。我操，21军就在船上不让我上岸吗？架起来机关枪对着岸上老百姓无差别扫射。你能想象吗？军舰上架着机关枪登陆码头的时候，码头有老百姓手拉手不让他搭梯子上岸，他对着人群扫射能打死多少人？当场这个机关枪突死多少人？绝对不会比天安门广场少。国军杀红了眼，从台南杀到台北，到处见人就抓，见人就杀。228到底杀了多少人？各方面的口径又跟中国共产党一模一样，就是蒋家和就是国民党和共产党太他妈像了。国民政府自己承认误杀市民304人，看看共产党在6·4那边公布的伤亡数字也差不多吧，也是几百人吧，你是不是都是同一量级的304人？听老王说书长知识啊，看清世道真相啊，不要人云亦云，通过历史了解现实。好了，我们接着讲国民党杀了多少人？国民党自己说我杀了304个，放屁，一派胡言，真相永远不知道啊，就像8964天安门死了多少人一样。你能相信邓小平说的吗？你能相信杨尚昆说的吗？他肯定把那个数往最小的说呀。又没有人统计，就跟南京一样。那我们看看另一方面的口径，就是民进党说死多少人吧。民进党因为当时民进党那些元老都是闹事儿的人啊，就元老的元老都在闹事儿啊。好了，我们看看当时还有一支势力啊，叫台湾地下党，也就是中国共产党在台湾当时很强大。228事件里边有大量的中国共产党的台湾支部鼓动老百姓，明白吧？因为共产党正在本土大陆跟国民党你死我活厮杀，台湾共产党也想他妈提前起义，所以台湾共产党说老百姓被打死了17000人。台湾的另外释放势力台独势力自己宣布我们被打死了3万人。好了，也就是说今天的民进党官方数据还是3万人，共产党说是17000人，国民党自己说是304人。我们基本上知道真相了，一定是在3万和304之间的某一个区间。这个5万人肯定是有的，他肯定不到17000人，因为共产党47年的时候，共产党埋汰国民党会手软吗？那个时候是共产党在使劲抹黑国民党的时候，国民党强势啊，那时候真正的数字是多少我们不知道，2000人也好，1万人也好，8000人也好，15000人也好 OK， 就算死了1000个人，那也是1000个家庭的破碎，1000个妻子失去丈夫，1000个孩子失去父亲，1000个老母失去儿子。所以228听明白了吗？228是怎么来的？你想想江油，228的结果是什么？台湾民主了吗？台湾得到民主了吗？台湾得到自由了吗？台湾有法治了吗？228屠刀之下杀死的这些台湾的这些为了小寡妇林江迈说几句正义之言，最后烈火燃成的这些走上街头的台湾人民死了这么多，结果是什么？换来的是什么？30多年的蒋家的白色恐怖独裁统治，老蒋的政权秋毫无损，因为你是在用鸡蛋碰坦克，你他妈还能有什么好下场？所以再告诉你们一句至理名言中国很多传统，比如说不养儿不知父母恩，被我给颠覆了一派胡言，不养儿不知父母无恩。我今天要颠覆你们颠覆你们就是什么？中国有一句话叫害死年轻人无数这话叫国家兴亡天下兴亡匹夫有责，他妈一派胡言，天下兴亡匹夫无责，因为匹夫无权，你他妈凭什么你在这浪什么呀？天下是你的吗？天下是谁的谁有责？天下兴亡与他妈你这个
你这个大韭菜，你这个他妈两脚羊，你还有责了，我操！你被杀被他妈的奸呢，你这么你还他妈的奸出正义感来，奸出主人翁意识来了。天下兴亡，国家兴亡，匹夫无责，不是老百姓的事儿。天下兴亡，谁掌权谁的责。没权没肉的人肉电池，我们不负那个责任，因为你们没给我们权利，我们他妈负什么责任呀？我家的儿子不会去送死，为什么？我没有责任。如果是民主社会，我享受了我的权利，享受了我的福利，我识君之路，定当为君肝脑涂地。你他妈天天架着操，我操，这不正过来操反过来操，我操，我不需要性生活，因为政府天天在操我。现在好了，天下兴亡了，你他妈想起我来了，这时候你想起我来，我有责了是吗？操！所以除非你丫是陈胜吴广，除非你是张献忠李自成，另当别论，那是另一版本的故事。如果咱不是，咱是普通人，老百姓六道轮回，咱别上那个套，天下兴亡，匹夫无责。所以我们我跟你讲，江油的老百姓，你心里边有气，你也得忍住。为什么？他妈跟你无责，我操！你上去碰子弹，你妈就哭了，你爸就哭了，你孩子就哭了。所以天下兴亡，谁他妈的有权利谁的责。